魚頭米粉啊，一個魚頭米粉。都唔知有冇嗌蝦醬雞？蒸緊雞啊！計咗數未？係啦，加一個蒸雞落去。正值用餐晚高峰，位于新加坡芳林小贩中心的邓奇记鱼头汤米粉，因下单失误，制作节奏瞬间被打乱。冇問題，係搞唔清楚訂單啫。係啊，去耳仔又冇咩聽得好，又有時聽唔到人哋叫咩。人哋喺呢度嗌一種嘢，喺佢嗰度嗌一種嘢，咪亂咯咁樣。这家汤米粉店的第4代传承人任维光担任副厨，这样的插曲与第2代传承人邓玉珍搭档的8年时光里早已寻常。初我都好穩嘅，做咩成日搞錯啦？不過其實係冇咩問題啊，炒多一碟啫嘛，係啊。咁唔怪得佢哋嘅，有時嘈啊，大聲聽唔到啊，佢可能又聽錯咧。我哋有時都聽錯啦，點知佢哋啊？姑婆与孙女每日忙碌，始终围绕着一碗家传的鱼头汤粉，以及几道经典的广式小炒展开。我吃了有20年了，那个鱼头米粉，它有那个锅气，80年代到而家咯，40年了。这碗传承4代的鱼头汤米粉，是任维光的太公在84年前从广东佛山带到新加坡的。在佛山的桑基鱼塘边，鱼鲜是本地人的日常食材，也由此衍生出以鱼骨、鱼头熬汤提鲜的独特烹煮方法。从走鬼档到小店铺，这份鱼汤与镬气小炒的传承，靠姑婆邓玉珍60多年的坐镇，更因任维光的加入得以延續。銀牙鹹魚係我幾自豪嘅一道菜嚟嘅，喺我舅父嗰度學翻嚟嘅。佢哋淨係同我講，你要快，要死拋，死拋，死拋，就係咁樣教你㗎啦。所以我咪一碟一碟咁樣死拋死拋學翻嚟㗎啦。8年前，任维光放弃新西蘭的安穩工作，回來接手的決定，連姑婆都不理解。我都叫佢唔好做啊，因為而家新加坡好艱難揾到人做工。我話你讀到書，你而家叫佢揾工做。我個舅父同我講，姑婆佢頂咗個檔口，因為揾唔到人做工，好可惜啦。我咪同佢講，不如我翻嚟幫下你啦，唔使後換都好啊。一個對廚藝一竅不通的女孩，接手不足10平方米的祖業後，從洗碗打雜到執勺掌鍋，這8年間，任維光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撐起家傳衣缽的呢？冇諗到有一日我會喺呢度自己親力親為啦，咁都唔錯啊，幾好玩噶，好多空間俾你去玩你想做嘅嘢啦。因為我好 enjoy 嗰個過程啊。因為享受這份工，任維光一待就是8年。小販中心有個公開的秘密，魚頭湯米粉店的鐵鍋3個月就得換一口。初我嚟嘅時候又唔知道點解鑊有咁多唔一樣嘅分別啦，鐵薄啲。俾我哋炒河粉係快啲嘅，厚啲嘅鑊就比較慢熱咯。我一年用3、4個鑊。OK， 埋單。咁8點半到3點係我話事啦，夜晚就係姑婆主場。2018年，任維光打破老店只做晚市的規矩，把午市變成了自己的主場。師傅同我講咁樣係算同啲鑊開光，要切魚啊、醃雞啊、醃豬肉咁噶啦。我姑婆成日講唔可以靠人，靠人嘅話，萬一有人忽然間唔得你點啊？我咪開始慢慢咩嘢都自己學翻咯。餐飲小店的經營向來離不開自家人的親力親為，趕在11點前備齊所有食材，是他和團隊的默契。我嚟切豬肉，你今日執食緊嘛？我執啦，你切啦。下晝會主要係賣河粉啊、炒飯啊、蝦醬雞飯啊。蝦醬雞係我姑婆自己研究出嚟嘅，堅持我哋自己醃翻。啲味菜啊，我周窿咗好多次咯，全部都係一鑊一鑊學翻嚟嘅。對廚房全然陌生的人而言，不足10平米的小空間裡，處處暗藏風險。鐵鍋成熟，灶火灼人，熱浪滾滾。
这份切肤的炙烤与难控的险境，便是任维光接手之後要邁過的第一道坎。呢啲交學費嘅痕跡嚟嘅。我啱啱開始學嘅時候咧，好多次咧，我唔知啲火係點樣嚟嘅，所以我都會睇下咁樣開啊，咁就慘噶啦。我咁樣開嘅時候，我個面喺咁樣，我都燒到好多次噶，燒到呢度啊，燒到頭髮啊，呢度都係一樣。做咩個火未着嘅？咁我咪越開越大，越開越大咯。就用支槍打嘅 gas， 哇砰！好似一爆炸咁樣，又係燒到我嘅頭髮啊，我啲手毛啊，全部都燒晒㗎啦。不過 OK 啦，你燒一次你就唔會就紅到㗎啦。說得雲淡風輕，但有多艱辛，每個經歷過廚房洗禮的都懂。經過1年烈火猛炒的磨練，任維光不僅煮好太公的這碗魚頭粉，更習得拋貨扯火的煮炒手藝，可以開闖了。魚湯粗米粉，魚片嗎？對。OK， 7塊。加奶？我們沒有加奶，我們是自然的那個魚骨。從8年前的寥寥幾樣單品，到滿滿當當的套餐供應，任維光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，給老店鋪的老味道加入新花樣。呢碗嘢咧就係新式啲嘢啦，咁人哋好慣食係薑葱牛肉飯啊、芥蘭炒牛肉飯咁啊，咁呢個係新式啲嘅叫牛井飯啊。魚頭湯米粉配上溫泉蛋和油炸金針菇，魚頭粉更豐富誘人。保陳推新的這碗粉，留住了老街坊的胃，也抓住了年輕人的心。它會蠻創新的，我覺得這個炒飯，它會加不一樣的東西，給你些新鮮感。咁我初開始嘅時候鑊好重啊嘛，我咪買細啲嘅鑊咯。咁越練啊越大啦，又係舊擺淨係可以煮1碗魚頭米粉，依家煮下3、4碗都冇問題。堂食的熱火，外賣的便捷，連太爺的魚湯都能雪藏帶走。這些緊跟時代的需求，一樣接一樣的在這家老鋪裏亮相。OK， 回家了，上一場打晒，今晚又嚟多一場。對不少新加坡人來說，小販中心就是家門口的大食堂，方便又實惠，1日3餐基本都在這兒解決。魚頭米粉1碗7蚊8蚊。銀牙鹹魚啦、蝦醬雞啊、咕嚕肉啊。晚餐我就做幫鑊啦，幫下炸嘢啊、炒下嘢同埋蒸下嘢咯，係啊。傍晚，姑婆鄧玉珍坐鎮店前指揮，維持老店的秩序。84歲的劉景謙師傅掌勺頭貨，任維光從前場退到後廚，開始跟班學藝。魚頭要點樣啊？炒佢咯，啲魚頭炸咗香啲係嘛？我點炒都炒唔到呢啲味㗎，我跟足炒嚟都唔一樣味道。我咪睇住佢點做啦。有時係10問9唔應咁樣，自己睇，自己用電話錄，真係香好多㗎喎。有時我炒出嚟好似黑蒙蒙咁樣啊。你多頭啊，攞啲客友啊，多咪黑蒙蒙啦。後廚是戰場，也是課堂。8年裡，每天再忙，任維光都會擠時間偷師學藝，反覆練習，用這份韌性贏得了姑婆的信任。做得就幫手啦，我哋攬住你都冇用啊嘛，已經老啦。我已經有姑婆佢哋嘅人情存在咗，不過我都可以帶住呢啲味同嗰啲後生一代去俾佢哋試下呢種口味啦，又建立 build 一個 relationship。小販中心的人情味，藏在拼桌的默契，攤主與食客的寒暄裡，更藏在老字號代代相傳的手藝溫度中。84年，風從佛山起，吹過太公的扁擔，落在任維光的鐵鍋上。時光換了山海，傳承的決心始終滾燙如初。亞半年咧，可能咧要好多，叫佢曬好啲。咁你要幾多度啊？今年要定？大約2000年斤啦。
每年入秋是黄桂兰最忙碌的时节，在深圳福田经营着餐厅的她，年底总要专程赶往大棚的海味店，精心挑選新鮮靚貨。佢揀呢個門城崗係比較奄尖嘅，你唔要求高唔得㗎，超級高啊！每年都係做嘢。交低係幾十次啊！你一定要同我晒靚啊！一定要有呢嚿肉嘅，就唔好淨睇到同皮，要睇到啲肉。如果佢唔生先就臭㗎啦。嗱，係咁聞啊好香，斬下嚿仔要咁大嚿咁晒光喎，刺頭、刺尾、刺骨，足差唔多有半斤㗎。經驗啊，做咗幾十年嘅盤菜啊！今年77歲的黃桂蘭，直到46歲才真正與家鄉美食相伴。早年在香港打工的她，31年前回到下沙村，接手了這家餐廳。有少少就得啦，益就得㗎啦。咩攞豬頭啊？多豬頭啦係。嗰啲老師有咁買㗎啦。深圳本土傳統風味多以圍頭菜為根基，黃桂蘭把兒時記憶的味道一道道復刻，再手把手交給店裡的廚師。最具下沙特色的南乳鴨，是食客到店必點的圍村味。有條圍都有㗎啦。南乳鴨製作工序複雜，每日新鮮送達的鴨子洗淨後，上鍋蒸至通體熟透，再過冷水徹底放涼，讓鴨肉收縮，方便斬塊醃製。經過南乳浸潤的鴨肉徹底吸足醇厚醬香，在上油鍋文火慢煎，表皮漸漸泛起焦香，南乳香氣浸入鴨肉，靜待油脂析出，肉質愈發緊實乾爽，入口滿是恰到好處的鮮香。考慮㗎啦，邊度食10片嚟㗎？唔止啦，唔止啦。唔知啊？起碼有30片啦。我嘴重最公道嘅，唔好食頸都唔要啊，頸都唔食。靠着地道的圍村菜，黃桂蘭的餐廳不僅吸引了本地回頭客，不少香港食客也慕名而來。與香港隔海相望的下沙村，30多年前還是個小圍村，黃氏族人在這裡聚居。廣袤的深圳灣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家園，村民世代以種田、捕魚、養蠔為生。如今身處福田 CBD 核心，黃思明公祠、侯王廟早已淹沒在寫字樓和公寓之間，但下沙大盆菜依然是凝聚族人的味道圖騰。大盆菜宴的習俗從南宋末年在深圳灣及香港新界一帶形成，在下沙傳承數百年不斷。每逢祭祖、婚嫁、添丁、入伙或豐收節慶，大盆菜都是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主角。如今要品嘗地道的下沙盆菜，繞不開黃桂蘭的手藝。最高峰做到615度，做錯咧就啲親戚要驚，20幾盆將我1-2個人死嘅咋。做錯啊後生嗰陣時啊，拉咗唔得啦，拉漏。前有親戚皮有路食咯，係嘛？記咗啊？哇！呢個盆菜幾好喎，邊個電話度揸咁個？就咁咯，係咁掟到廣州啊，呢度北京都咁寄回北京㗎。作為店裡的招牌，黃桂蘭多年堅持傳統做法，而門扇是下沙盆菜必不可少的核心食材。我啲都叫做無性。有人我叫做麻耳，我哋話籌啲傳統啊，為勞力嚟㗎，都係要呢個無性㗎，其他地方冇㗎。紅菜咧冇呢個啲人講㗎，點解冇無性㗎咁㗎？話冇得買喎，買唔到喎，幼兒自冇無性啦。自小給家裡打下手養成的習慣，黃桂蘭十分挑剔，食材既要好吃，還要好看。我阿哥有支服菜噶嘛，佢就叫我做呢啲工作噶啦。呢肉如果唔生性咧就唔要噶啦，因為呢魚食嗰啲魚咧，其時間長喺個繩啊，唔夠冰唔夠嘢，嗰條腸就會臭噶啦。
门扇干经清水发泡，褪去风干后的咸硬，下锅炒制，裹满酱汁，满是干香。新鲜门扇则裹粉油炸，成就外酥里嫩的口感。最妙的是同一种门扇，一韧一嫩，一浓一鲜，化作盆菜里的2种风味。一盆盆菜需要准备的材料多达13种，萝卜、香菇、枝竹、猪肉、鱿鱼、门扇、生蚝、鸭肉不一而足。今天下沙村的盆菜宴，黄桂兰要准备100个盆菜，各种食材都需要煮、煎、炸、炒、烧几个步骤，几个炉头同时操作，时长调味均靠经验。肉类烹饪场得提前安排，垫底的菜会吸附汤汁，调味则要淡一些。毗邻海边的下沙，生蚝是盆菜里不可或缺的主菜。煎蚝最考手艺，粉浆的调制，火候的把握，分毫不能差。黄桂兰不敢懈怠，总要盯紧全程。正当黄桂兰为盆菜宴忙碌的时候，下沙村1年1度的秋祭也开始了。无论是居住在本地还是旅居国外的皇室宗亲，每年总会在春秋2季回乡祭祖。传承了800多年的下沙祭祖仪式，在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海中放鸡油，我哋放个海贡啊，而家放鸡油。秋祭后的重头戏，自然是最传统的盆菜宴了。临近下午4点，各种不同风味的食材一一准备完毕，进入最后忙碌的组装环节。组装过程，当地人称为打盆。萝卜垫底，依次打入吸汁的枝竹、猪皮、木耳、豆腐、香菇，再叠上门扇、鱿鱼、南乳肉、南乳鸭等。打盆完成，10几种食材融汇出独特的滋味，其他菜式难以替代。蹦懵啊，咪一層層，唔夠懵咪有打到懵啊，係咁噶啦，你冇個懵唔好睇噶喎。個捧人哋話你懵噶咯，又會偷食又會偷睇。冇話只有火我知㗎，我哋預訂4個鐘頭時間就知㗎啦。下午4點半，一盆盆打包好的盆菜準時送達祠堂門口。垒得高高的大盆菜，承载着浓浓的乡情，已不再是单纯的饮食习俗，也被下沙人看成是延续宗族情感、增进家族团结的象征。我最中意食頭啊，因為我喺呢度啊，嗰陣時做頭㗎嘛，差唔多㗎啦，我年日翻嚟18個鐘頭機啊，咁再翻嚟正機啊，我哋啊。大家围坐一桌，俗称吃盆。这里有个有意思的老规矩，吃盆绝不客气，时刻拿筷子在盆中尽兴翻找，越是盆底的菜，滋味越好。吃盆菜也因此得了寻宝的趣说。下邊啲熱狗，人人都冇要，有食有拎，冇糧費啊！吃不完的也绝不浪费，众人选上自己喜欢的味道带回家。一个个盆菜，恰似当年同捞同胞的岁月，乡情切切，牵系着世界各地的下沙儿女。入口是故土本味，留下来的是血脉里扯不断的根与情。馬上又有一個颱風嚟啦！
水消軟毒㗎啦，華哥。係消軟毒㗎啦已經。台风画家沙过境后，张伟健按惯例每日巡查鱼塘。鱼米之乡的中山养殖业兴盛，有一种鱼因独特的喂养方式享誉全国。呢啲係尋日放落去嘅蠶豆，魚未食晒，仲有大概係食咗1/3嘅剩料，所以我哋今日放料咧就只需要放2/3。開閘，放豆，唰唰聲。300多畝的魚塘，投喂是每日養殖的頭等大事。我哋啲脆肉鯇其實底子就係草魚，喺7、8、9斤嘅時候咧，進入我哋呢個脆肉鯇魚塘食蠶豆，係要泡發1日1夜嘅蠶豆，起碼要餵130到140日嘅蠶豆。一次偶然，中山人發現自家養殖的草魚居然基因突變了。喺70年代嘅初期，係長江水庫嘅國營農場，喺個魚塘邊咧種咗蠶豆，啲蠶豆跌咗落去，啲魚食咗。當時唔叫脆肉鯇，當時點解草魚啲肉唔爛嘅？就係咁樣出嚟嘅。其實蠶豆是魚肉脆化的關鍵。吃了蠶豆的草魚引發溶血反應，刺激免疫系統啟動修復，倒逼肌肉組織加速生長，魚肉緊實度直線上升，加上活水健身，脆肉鯇的脆彈口感就此定型。從表面上看，脆肉鯇和草魚並沒有太大區別，不過魚肉色澤略深，隱約能看到細密的肌肉纖維。正是這份脫胎換骨，讓脆肉鯇身價翻倍，遠超尋常草魚。能育出脆肉鯇，全憑天時地利人和。中山河網縱橫，西江珠江之流蜿蜒流淌，送來源源不斷的優質活水，適配脆肉鯇生長。全年溫潤氣候加上世代沉澱的養殖技術，讓產業紅利滋養一方百姓。2022年，看好脆肉鯇發展的張偉健毅然辭職，一頭扎進這條魚的創業之路。10斤魚尾，10斤腩翅係咪？朝陽破霧，沉甸甸的撈魚大網已然展開。撈魚是實打實的力氣活，講究同撈同包的齊心，眾人步調一致，開始通力協作。我哋啲脆肉鯇從魚苗到草魚，再從草魚到脆肉鯇，前後經歷最少2年半。我今日總共係出咗6600到6700斤魚，條數咧就係大概係670條魚。呢塘魚已經釣咗43日。臨近國慶，氣溫下降，脆肉鯇的需求量飆升。因為我哋珠三角地區、廣東地區咧開始係進入咗火鍋嘅旺季啦。北方咧已經係降到10零度嘅溫度啦，都係火鍋旺季。清晨從魚塘裡捕撈上岸的脆肉鯇，帶着糖水的清冽氣息直達餐廳。現撈現做，這般看得見的新鮮，成為食客們爭相追捧的體驗。老廣烹魚有門道，脆肉鯇根據不同部位烹飪方式多樣。呢個咧就係我哋廣東嘅傳統做法，啫啫煲啫啫脆肉鯇。我哋咧就先將個煲燒到佢熱，放薑蒜粒爆香咗佢之後咧，就再放脆肉鯇同埋料頭，按照乾壁嘅做法，我哋將佢啫香佢、啫熟佢。猛火生焗的鑊氣是啫啫煲的要義。沿砂鍋邊淋一圈白酒，激發香味兒。上桌前麻利地翻拌幾下，砂鍋裡的脆肉鯇不斷冒着熱氣，香飄幾條街。魚片汆燙13秒，是經過無數次嘗試後定下的最佳時長。浸冰水靜置5分鐘鎖脆，配料拌勻後，加小欖食用菊花瓣點睛，鮮雅交織，菊香淡淡，口感層次瞬間豐盈。
最为肥美的鱼腩，油脂丰润，自然要与解腻神器咸柠檬酱搭配。蒸熟后，咸酸中和油腻，入口皮爽肉脆，鱼汁的鲜甜回甘缓缓漫开，多吃几块也不觉得腻。鱼腩翅堪称脆肉鲩的黄金部位，只需一点盐就能调出本鲜，果淡清，再来一层薄薄的生粉，炸至金黄色，外酥里脆，口感翻倍。鱼糜做馅儿的脆肉鲩春卷，肉质紧实的炒脆肉鲩鱼片，一鱼多味，总有一款能拿捏住挑剔的时刻。对偏爱原味的本地人而言，紧实弹脆、久煮不烂的脆肉鲩，用来清水打边炉再合适不過啦。真係有嘢㗎嘛，唔係點食啊？淡茂茂㗎嘛。嚟，一人一隻碗。咁辛苦做，肯定要自在食啦咁啊。3秒，嚟啦！試下今日啲魚夠唔夠脆先啦。大家最近都辛苦啦。嚟，一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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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嚟，係一齊嚟。好啦，快啲，乖，我哋慢慢浸佢，慢慢落去，再慢慢彈佢。嚟煮嚟，嚟。所谓辛苦找钱自在时，藏着老广通透的生活智慧。这条鱼不仅鲜活了餐桌，更撑起了生计，让踏实谋生、快意饮食的日常，成为这片水土最本真的注脚。